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金鲳鱼早已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，但今天这道特色菜很罕见，入口咸香，超入味，鱼肉鲜香嫩滑，香气裹着舌尖，口感惊艳。只要尝过，这味道准让你念念不忘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跟着视频看看这道美食是如何制作的吧。今天花10块买了条金鲳鱼，老板还贴心帮着处理好，省了我不少麻烦。回家后，先把鱼拿到水龙头下，用流动的清水反复冲洗。清洗时得格外留意鱼肚和鱼鳃这2个关键部位，尤其是鱼肚的褶皱处，要一点点仔细抠洗，把里面残留的血水、黏糊糊的黑色筋膜全都清理干净。就这样边冲边洗，直到最后从鱼身上流下来的水变得彻底清澈，没有一点杂质，这才算把鱼洗干净了。控水捞出，放在案板上。我们用斜刀给它切厚片，刀刃稍微倾斜着往下切，这样能让每片鱼肉都切得厚实些，既不会太薄容易碎，又能更好地锁住鱼肉里的鲜汁，也能更均匀地入味。切好后放入碗中，取一块新鲜生姜，洗净后切成姜丝，辛辣的香气瞬间散开，能有效去除鱼肉的腥味。再掐几根翠绿的小葱，把它切成均匀的小段，葱香清新扑鼻，将切好的姜丝和葱段一同放进处理干净的鱼肉中。取一小撮冬菜，它可是提鲜的好帮手，不管和哪种鱼类搭配焗烤，都能让鱼肉的鲜味更上一层楼，解腻又增香。平时煮咸粥时加一点，粥品瞬间就变得鲜美醇厚，超级开胃。不过要注意，冬菜本身带咸味，用量不用多，一小撮就够。接下来把它细细剁碎，方便滋味更好地融入食材。将切好的冬菜放进处理干净的鱼肉中，往处理好的金鲳鱼中先撒入适量白胡椒粉，颗粒细腻的胡椒能悄悄中和鱼肉的腥气，还带着淡淡的辛香。接着加一勺生抽，鲜咸的酱香缓缓渗入鱼肉纹里，再倒一小瓶盖米酒，清冽的酒香会随着腌制过程挥发，带走腥味的同时增添独特风味。随后放一小勺蚝油，醇厚的鲜味儿与金鲳鱼的海味相得益彰，让整体味道更有层次。最后加入约1勺玉米淀粉，用手充分抓匀，淀粉会在鱼肉表面形成薄薄的保护膜，这样后续烹饪时，金鲳鱼能牢牢锁住水分，口感会格外嫩滑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冬菜本身含盐，生抽和蚝油也带有咸度，所以这一步完全不用额外加盐，避免味道过咸，掩盖食材本身的鲜美。最后加少许食用油，用手再次轻轻抓匀，食用油能在鱼肉表面形成一层薄保护膜，既能锁住之前调料的鲜香，又能让后续烹饪时鱼肉更不易老，保持嫩滑口感。抓匀后，将金鲳鱼静置一旁，腌制15分钟，让调料的滋味充分渗透进鱼肉里。做这道菜，料头是灵魂，葱姜蒜这3剑客绝对少不了，少了它们，菜品的香气就会大打折扣。处理时不用太复杂，把它们都切成均匀的小粒就行，这样既能释放出浓郁香味，又不会影响口感。我平时做的时候偏爱用红葱头来搭配，它自带一股独特的辛香，加到菜里能让风味更有地域特色，吃起来特别地道。要是手边没有红葱头也没关系，用洋葱
或者小葱替代也可以。洋葱的甜香，小葱的清新，都能为菜品增添不一样的风味，味道同样很出彩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拿一根翠绿的蒜苗，切成长短适中的小段，蒜香与葱香交织，风味格外清新。将切好后放进盘中，再取2条新鲜的小米辣，切成均匀的片。鲜红的色泽能让菜品瞬间更有食欲，还能带出辣意提鲜。准备一口干净的砂锅，开小火慢慢预热，让砂锅内壁均匀受热，这样后续烹饪不易糊底。等锅身微微发烫，倒入少许食用油，油均匀铺满锅底，接着把切好的葱姜蒜这些料头全部放进锅里，转中火快速翻炒。随着滋滋的声响，料头的鲜香渐渐释放出来。随着翻炒，姜慢慢变得透亮，蒜粒也泛起淡淡的焦黄，葱的清香随之融入其中，3种香气交织缠绕，在锅中升腾弥漫。此时料头一炒至金黄出香，就可以把提前腌制好的金鲳鱼铺上去了。铺的时候尽量让鱼肉均匀分布在料头上，不要堆叠得太厚，这样受热会更均匀，也能更好地吸收料头的鲜香。铺好后，然后盖上盖子，中小火煮8分钟，不用着急翻动。先让金鲳鱼在热油和香料的香气里微微定型，让表层锁住内里的鲜嫩。金鲳鱼在砂锅里焗够8分钟，鱼肉已经吸满料头的香气。此时掀开锅盖，将之前备好的蒜苗段和红椒丝均匀撒在鱼肉表面，瞬间让菜品鲜活起来。接着迅速盖上锅盖，再焖30秒即可。这短暂的30秒既能让蒜苗和小米辣断生，保留脆嫩口感与清新味道，又不会让鱼肉过老，恰到好处的收尾。一道满屋飘香的冬菜焗金鲳鱼就做好了。掀开锅盖的瞬间，热气裹挟着浓醇香气扑面而来。冬菜的咸鲜，金鲳鱼的细嫩，葱姜蒜的辛香，还有蒜苗与小米辣的清新，在空气中交织成让人忍不住咽口水的味道。夹起一块鱼肉，表层裹着淡淡的酱汁，入口先是冬菜的鲜咸在舌尖散开，接着是鱼肉的细嫩，轻轻一抿就脱骨，丝毫没有腥味。玉米淀粉锁住的汁水在嘴里迸发，最后还有小米辣的辣和蒜苗的清香收尾，层次丰富的让人停不下筷，不用复杂的步骤，家常的砂锅和简单的料就能做出这道满屋飘香的美味。无论是配白米饭还是就着粥吃都超合适，你也赶紧试试，保准家人都夸好吃。好啦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呀，你们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。愿快乐常伴，小颖会更新更多美食和生活妙招，下期不见不散。